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文史大观园，我是雪莉。齐景公曾经向孔子请教如何治国。孔子说：“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”就是说，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，大臣要有大臣的样子，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，孩子要有孩子的样子。意思就是呢，每个人要做好自己该做的，否则就会乱了。景公赞叹说：“讲得好。”不过孔子啊，可不只是说的好听，他真正治理起国家来，同样是万世师表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孔子是如何治国的。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，孔子在51岁的时候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。中都相当于今天的山东汶上，这个职位呢，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市长的位置。孔子任职的时候，按照周礼的规定，制定了一系列的礼仪规范，注重节俭务实，使老百姓长幼有序，男女有别，生有保障，死得安葬，能够安居乐业。这样的体制施行了1年以后，成绩斐然，中都的百姓很有安全感，心情舒畅，对孔子十分的爱戴，各地也都纷纷的效仿起中都的治理办法来。鲁定公看在眼里，乐在心里，召见孔子问：“先生治理中都有什么秘诀啊？”孔子恭敬地回答：“以身作则，自己行得正，不用下令，大家也会遵纪守法；自己身不正，再怎么下令也不好办呐。”鲁定公点点头说：“用您治理中都的这个办法来治理鲁国，您看怎么样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即使治理天下都可以，何止一个鲁国呢？”鲁定公兴致勃勃地问：“好，那你说说，治理鲁国该怎么做呢？”孔子回答：“如果用强权压制，用刑罚约束，只能暂时避免犯罪，不能使人生出犯罪可耻的心理。如果用道德教化，用礼仪引导，人们才会知道廉耻，自我约束。这么说，礼很重要了。”孔子答：“是啊，如果国君能以礼来约束自己，那么百姓就会效仿，就容易治理了。”鲁定公感到困惑，又问：“可是我听说百姓更喜欢追逐利益呀？”孔子答：“为了追求利益而做事，会招致很多怨恨。”鲁定公点头称道：“有道理。既然礼这么重要，那么君臣之间该怎么相处呢？”孔子答：“国君对大臣要以礼相待，大臣对国君要忠诚。”鲁定公对孔子很满意，决定任命他担任小司空，主管国土建设。孔子离开中都的时候，百姓倾城相送，在东门外排成了10里人巷，含泪和孔子道别。孔子说：“希望大家遵循礼仪规范，长此下去，中都必然万事安泰。”一边说，一边脱下了脚下的一只靴子，说：“留下这只靴子，以示我永远立足中都。大家既然拥戴我，我走以后，请仍然按我的倡导行事吧。”后来人们在城东门楼上专门修建了一层楼阁，供放孔子的靴子，又叫夫子基。后来中国古代清官离任的时候，脱靴留靴的美举，就是孔子那个时候留下来的。几个月以后，孔子又被提升为大司寇，相当于司法部长。这一年孔子52岁，在鲁国不是公族却能做到这个位置，孔子是第一个。孔子从政，使鲁国开始出现了蒸蒸日上的态势，却让邻近的齐国忧心忡忡，担心鲁国强大起来会对齐国的安全造成威胁，提出要跟鲁国会盟，改善两国的关系。同时又想趁鲁国羽翼未丰，炫耀武力，让鲁国沦为自己的附庸。鲁国是个夹在齐国和晋国之间比较弱小的一个国家。之前呢，鲁国的外交政策导向强大的晋国，
到了齐景公时代，随着齐国又逐渐的强大，晋国渐渐的衰落，鲁国也认为应该改善与齐国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很快就答应了齐国的提议，在齐国境内一个叫甲谷的地方会盟。甲谷原来是莱国所在地，后来被齐国吞并了。鲁国决定由孔子担任礼相。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，这个消息传到了齐国后，齐国大夫黎除对齐景公说：“孔丘是个只懂礼仪、没有勇气的人，咱们如果用武力挟持鲁定公，保准能达到我们的目的。”他可真是对孔子太不了解了。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：“仁者必有勇”，就是仁德的人必定具有道德勇气。而且孔子的父亲身高超过2米，有力举城门的力量。孔子的身高也有1.9米左右，射箭驾车是样样精通，完全就是个文武全才，根本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。当鲁定公准备好车辆随从，毫无戒备的就要去赴约的时候，孔子赶紧对鲁定公说：“有文士必有武备，有武士者必有文备。古时诸侯出国一定带领文武官员随从，我请求您一定带上左右2司马同行，还要随带兵车士卒护送。”鲁定公听从了孔子的建议，加派了军队和军事长官。鲁定公在甲谷与齐侯相会，那里已经修建了高高的有台阶的蒙坛。双方见面馈赠应酬仪式行过之后，齐国官员说：“请开始演奏4方各族的舞乐。”没想到锣鼓响起，登上台来的却是莱芜当地的兵士，有的头戴羽冠，身穿皮衣，有的手持刀枪剑戟等武器，喧闹着一拥而上，张牙舞爪，形势骤然紧张。鲁定公更是不知所措。孔子见状，赶紧沿着台阶昂然而上，还差1级台阶的时候，扬起衣袖一挥，两眼直视齐景公，声若洪钟，严厉地责问道：“两国君主友好会盟，这些夷狄之人来干什么？自古外族不能图谋中国，夷狄不能扰乱华夏，俘虏不能干扰盟会，军队不能以武力威胁，这是大家应该遵守的礼数规矩，否则就是不祥，就是不义，就是无礼。这肯定不是国君要这么做的吧？”这时的孔子大义凛然，有理有据，可谓是集勇敢、智慧、道义于一身，说得齐景公是满心的羞愧，挥手叫莱芜士兵退下去。不过这还没完，要缔结盟约的时候，齐国突然增加了一条：齐师出国征伐，鲁国要派300辆兵车相随，否则就要受到惩罚。这分明是以大欺小让鲁国无条件地成为齐国的附庸。怎么办呢？鲁国众人顿时紧张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只见孔子气定神闲地开口了，说话软中带硬：“既然齐鲁联盟，我们就是兄弟之邦了，请再加上一条，那齐国以前侵占我们的土地，也应该归还，否则也要受到惩罚。”齐国君臣一时僵住了，完全没想到孔子来了这么一手，但又完全合情合理，只好加上了。齐国阴谋破产。甲骨之会结束之后，齐景公责备手下的大臣说：“鲁国臣子用君子之道辅佐君主，而你们只是用夷狄之俗，让我在国际场合失礼丢人。”为了不再失礼丢人，齐景公遵守约定，把以前侵占鲁国的几座城市归还了鲁国。孔子立了大功一件，举国欢心。之后，孔子被任命以大司寇之职代理鲁国国相，可谓是达到了事业的顶峰。孔子接受了任命，非常高兴，唱着小曲儿回了家。子路见老师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，禁不住吐槽说：“我听说君子大祸临头不恐惧，大福到来也不喜形于色的呀。”孔子笑呵呵地答道：“可是你没听说周公讲的，身处高位却能善待百姓，也是一种乐事嘛。”3个月之后，
孔子就把鲁国治理出一派路不拾遗的盛世景象。史书里描述，当时商人没有了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的现象，而是买卖公平，男女行人都分开走路，社会风气秩序良好，掉在路上的东西也没人捡走，没有人贪图不是自己的东西。各地的旅客来到鲁国的城邑，用不着向官员们求情送礼，都能得到满意的照顾，好像是回到了家中一样。虽然是司法部长，但是孔子注重以道德教化百姓，而不是以刑罚镇压。有一次一个儿子因为不孝顺被父亲告到了衙门，孔子没有审判，只是把他们关到了一个牢房里，过了3个月也不判决。结果呢，他们都平静下来了，也想通了。后来父亲请求撤回诉讼，孔子就把他们都放了。当时在鲁国，国君的权力有限，政务和实权主要把持在3大家族三桓手里，其中季孙氏是三桓之首。他听到这件事很不高兴，对孔子的学生冉有说：“司寇骗我，他曾经对我说过，治理国家一定要提倡以孝道为先。现在我要杀掉一个不孝的人，来教导百姓遵守孝道，可司寇怎么却把他们放了呢？”冉有把季孙氏的话告诉了孔子。孔子叹息说：“军队打了败仗，不能用杀士兵来解决问题。犯罪发生不能只用刑罚来制止，这是因为统治者的教化没有起到作用，罪责不在百姓，要先进行道德教育，让百姓明白敬服。如果不行，就请贤良的人为榜样，引导鼓励百姓。如果还不行呢，才可以使用刑罚。不注重道德教育，只注重严刑峻法，只会使刑罚越来越多，犯罪越多。”所以孔子当时虽然设立了法律，却基本上派不上用场，因为没有犯法的奸民。鲁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。然而孔子不久以后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父母之邦的鲁国，开始周游列国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据《史记》记载，鲁国的蒸蒸日上引起了齐国的担忧，担心鲁国强大之后会来吞并。齐景公于是和群臣商讨对策，黎除为齐景公献出了一条糖衣炮弹的毒计。齐国挑选出了80个美女，穿上华丽的衣服，载歌载舞，舞曲名叫康乐，就是靡靡之音，演奏的阵势惊人，歌舞妖娆，前所未有。又准备了120匹毛色各异的好马，配上漂亮的鞍辔，作为礼物送给鲁定公。他们被送到鲁国的南门外，季桓子高兴得不得了，乔装改扮去看了好几次，回来撺掇鲁定公一起去看美女宝马。这鲁定公一看就被迷住了，季桓子于是乎把这份礼物全部收下了，都给鲁定公，从此都不上朝了，万事抛诸脑后，不理朝政，也不理孔子了，整日和美女歌舞作伴。子路看到这个情形，对孔子说：“老师，我们走吧。”孔子还不甘心，对子路说：“鲁国最近就要举行祭祀了，我要看一看国君是否还守礼，祭祀完以后，是否还能按照惯例分到祭肉，等一等吧。”结果祭祀的时候，国君的心思都在舞女们身上，心不在焉，草草了事。之后还忘记了给大夫分配象征尊重的祭肉，这让孔子非常的失望。加上孔子的一些措施触及了三桓的利益，无法贯彻到底，孔子心灰意冷，选择离开鲁国，踏上了周游列国之路，寻找能理解支持他的贤君去了。孔子的周游列国之行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会在下面的节目里介绍。好，孔子治国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是雪莉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